姐妹商战今天要告诉你，为什么比起 7-Eleven， 大家更爱去全家？超商龙头到底做了什么逼走消费者？在北美狂关600间门市，零售帝国要垮了吗？听说啊，最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啊，说最近台湾的 7-Eleven 变烂了。这是真的吗？所以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所以我们欢迎这个世松哥，松哥你好。大家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台湾的 7-Eleven 现在好像不如大家的预期，但更喜欢去全家呢？应该这样说啦，就是说全家跟 7-Eleven， 甚至是 7-Eleven 跟全联之间，现在目前为止掀起一个所谓的零售业的这个大战。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实际的这个营运成绩来说的话，的确大家会看到，就是说虽然说 7-Eleven 的规模非常大，我们看到这张表格里面来讲，像它的店数有7248家，那全家来说有4470家，看起来的话它比它多很多。那营收当然了，你店数多，营收就一定高嘛。营收对比是3507，对比1100亿这个数字，好像都是 7-Eleven 比较领先全家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实际的业绩成长。如果我们来给大家看，为什么刚才哲青会说，你觉得好像有人讨论这个 7-Eleven 变烂？变烂的原因就是你可能就不想去嘛，对？我们看业绩，你看以2025年的业绩来讲的话 ，7-Eleven 成长3.79%，全家成长4.7%，所以全家力压 7-Eleven。然后过去10年的业绩里面来说的话，全家也都是力压190%对比170%。所以直观的来讲的话，它的人流的确变多，它的成长性的确是比 7 还要更高的。好，另外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再从股价来看，股价因为当然了，全家获利是不如 7， 但是我们从一个指标叫做本益比，你会给它比较高的本益比，表示你比较看好它公司的未来的成长性嘛。那如果我们去对比目前为止的股价跟本益比来看，全家也比 7 要高很多。所以就是说你的疑问，如果从业绩来看的话，的确告诉你有这样的迹象出现。那其实不止台湾，日本嘞，日本的 7-Eleven 到底做了什么惹毛消费者？对，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的 7-Eleven 才是被大家这个骂到臭头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骂到臭头呢？因为主要就是说他做了非常多，第一个是诈欺的这个包装法。对，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去日本，中午要吃的时候，我们就去买超商的便当嘛，对。那其实日本人也是一样，就他们发现到说这个 7 的便当里面来说，我们打开便当之后就哇，满满的这个饭可以吃嘛，对。就没想他说我打开便当之后夹下去的时候，马上就碰到底盘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把那个装饭的或者装材料那个底座把它垫高了，那垫高的话，它等于是容量变少嘛，所以人家就说，你这个是诈欺嘛，对。好，其实还不止这样，甚至还跟这个北海道的炭铁港政府合作，推出一个类似御饭团这样的东西。那这样推出来之后呢，下面就是它印刷的时候，下面有黑黑的这个样子，那人家误以为说这是海苔的这个东西，就人家撕开来吃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东西啊。那后来他事后还变成说，没有，我们这不是海苔，我们这是因为炭铁港政府呢，他们就是有煤炭，那我们这是把它印出来，是呼应他们煤炭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大家觉得说，那你不是一直在硬凹吗？吃饭团为什么我要吃到煤炭这个东西？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现在也会夏天都喜欢喝那种果昔类的产品，对。那日本也有推出这个果昔类的产品，那很多人就说，看这个包装果昔的产品里面上面有满满的草莓啊，满满的香蕉啊，但是后来打开之后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它在外观印了一些多增加的这个水果量，譬如多增加一些草莓啊，多增加一些看起来像果粒这样的。对，那你看起来的话好像有量很多，但是其实都是假的。那紧接下来的话，又被人家称为叫做黑心企业第一。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日本有爆发过非常多次这种所谓的员工过劳或是老板过劳的这个状况。甚至在2022年的时候呢，在日本 7-Eleven 的大分县的一个分店的店长，他就不幸轻生。那他轻生的过程就写到说，我被剥削太多啦。那 7-Eleven 根本是黑心企业等等，就整个日本就完全炸锅。好，那具体来说，他怎么去剥削员工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求的分店的店长你要扛业绩。那你扛业绩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过劳，你这样一直不断的工作。他说我一个礼拜都休息不到几个小时，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再就是说我这个超商啊，我的东西呢卖到你的这个地方，你要进货嘛。那进货来说的话，他要规定说你要多久要抛弃这些所谓货品。像我们有时候晚上会去买这种打折的商品，但是他 7-Eleven 要求的抛售的比例比较高，不合理。很多人说，你看你这样不是在剥削我们吗？然后再来就是说，台湾大部分的这个 7 都24
24小时嘛。对，在日本有些乡下，事实上他们就认为说不需要嘛。对啊，对，但是他强制要求你要24小时的这个工作，那等于是让这些业者来说的话，我认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做啊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等于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剥削黑心的这个状况，所以才导致很多人都说你日本的 7-Eleven 有一个翻车的这个状况发生。因为其实 7-Eleven 的意思就是从早上7点营业到晚上11点，是它最早前一开始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晚上不营业，其实我还是可以理解。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台湾的这个统一好像要花了20亿，他准备要去入主，要去买那个 Lopia， 对，甚至于还有传出来说要去买必胜客跟肯德基，对对对，这消息是真的吗？如果是有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对，我觉得事实上呢，我们今天当然讲超商的这个战争，对不对？那事实上 7-Eleven 呢，它是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当然除了全家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对象，我们不要忽略，那就是全联。如果我们用这个台湾的整个零售销售额的绝对值来说的话 ，7-Eleven 是第一，全联是第二，所以未来我们台湾的零售业就是他们两个拼。那你可以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现在 7 的店，你有没有注意到越开越大，而且东西越堆越多，而且它会把品牌互相的结合在一起。像你去南部来说，你有时候看到这个 7，旁边就是康是美，那甚至还有星巴克，它把它完全开在一起，它店越开越大，这样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它把这个超商超市化。那反过来，你有没有注意到全联店越开越小？全联是把那超市超商化，所以变成是这样一个状况。你看统一集团里面它的通路，你看 7 的通路是7200，然后康是美它现在也逐渐把它整合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包括说它前一阵子收购了这个家乐福，还有它的 Mia Sabon 的这个超市，然后量贩店它也去收购了家乐福量贩，然后统一时代了、梦时代等等一大堆。那为什么要收购 Lopia？ 我们看到光看它超市这个部分，它虽然开了253家，但是它去年超市是亏损2.9亿。那超市这个部分刚好就是全联的强项，所以它等于是说我目前为止，你看它在超商、这个药妆、量贩、百货，它其实都不会输全联，但是偏偏就是我在超市这一块被全联打了有一点点溃不成军，所以为什么我要并 Lopia？ 譬如说我的这个超商呢，往所谓的日系品牌去发展，或者我有一个特殊的定位，我就可以去入侵到全联它所在的超市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样才真的有机会打击到全联的一个状况。不过你也知道，统一的这个布局来说，其实在台湾算是布局的又深又广的一个状况。是。可是 7 还是算我们台湾的这个超商龙头，到底输在哪里嘞？对，第一个就是说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好像全家在网络上的声量是真的完全压过了统一。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时候大家都会去看那个全家的小编说了什么。对，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化的年代里面来说，不论你用什么Trade啦，或者到 IG 脸书来说，小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几年来说，我觉得这个全家的小编也蛮有意思的啦。有一次他们就在这个网络上跟人家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便当会有一个凹沟槽这个意思？对，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是outgoing就是比较外向的，就是他用那种谐音梗。那很多人就觉得你这个小编很有意思，而且他常会海巡啊，做了很多事情，大家觉得跟他互动很有趣。无形之中，他在整个网络族群里面来说的话，他的声量就比较大。全家的这个小编呢，网络的这个声量之星呢，一路从这个第10名一口气就飙到第2名的一个状况。第二个是，我觉得也很多人会去找全家的这个鲜食来吃。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这几年来说做了非常多联名款，我们印象这个非常深刻，什么鼎泰丰一大堆名店，甚至是很多米其林餐厅，他们都跟他合作。对，所以反而大家对他鲜食的这个领域呢，他的蛮强的。那所以这一次 7 要收购所谓 Lopia， 其实他也要加强他在鲜食的这个部分。他希望说能够未来也除了加持在超市这个部分，也加持到了超商来。再来就是数位化。因为我们这几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喝咖啡，比如说纯点数，我们都用这个 app，
那存了几杯，像哲青一定是存了超多杯，或者我买豆浆最多，对对，你会存很多，对不对？现在都可以存很多，对不对？大家都认为说应该是 Seven 比较早，其实并不是，最早跨入了这个所谓数位化，事实上在2016年左右呢，全家就开始推动它的数位化，对，他当时先推出 App。然后 App 里面来说，我们现在印象中的什么记杯啦，然后点数啦，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全家先做出来的。那 Seven 呢，等于在后面他就当追随者。他有点类似，就是我不要当第一个，不要再开发，他优化你的所开发出来的东西，优化你的 idea。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10年里面来说，全家的营运规模或是速度会比统一好？就是说，其实他都一直在组一个所谓主动发牌的角色。我在数位化、小编、鲜食很多领域来说，我都领先你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看到过去10年的轨迹是全家显然是压过统一的一个状态。是因为其实我昨天刚从日本回来，我发现日本的 7-Eleven 好像变少了，对，反而是 Lawson 它开了不同的体系，它有精品级的，还有一般级的，这种黑标跟蓝标的。那包括了他们全家最近也做一个改头换面，所以我就很好奇说日本的 7-Eleven 是不是它也陷入了某一种困境呢？对，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全世界的 7-Eleven 好像都陷入厄运的一个状况。当然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他们的超商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财报。我们可以看到从 Seven 全家到 Lawson，Seven 毕竟它还是规模比较大，所以你看它的营收规模去年是2.7兆左右，然后这个全家是1.6兆日币，然后 Lawson 是1.5兆。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Lawson 的好像在我们台湾人的声量越来越大。对啊，我相信很多人到日本去 Lawson 都会买它什么炸物啦，对不对？好，那你看它的营运规模，你看的确它的成长力5.6，然后这个全家是3.2，这个 Seven 是1.3，你看营运规模是这样。那如果我们不要看营运规模，我们看的是一个叫做平均单店的日承销额的成长幅度来看的话，你看 Seven 的这个去年的每一家店的平均一日的销售额是70.3万日币，增加4000块日币。对，那你看全家增加了2.2万。然后 Lawson 增加了3万，你看他们这2家公司呢，在单店的销售额都成长的比你快，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单店营运的比你好，我就有本钱再开更多分店嘛，对，我可能在这家分店我也可以赢你嘛，所以等于是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整个 Seven 呢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而且这是同时来自全家跟 Lawson 2个，所以它等于在去年的这个状况来说，它获利就大幅的下滑。所以你看到事实上在去年的财报里面来说的话，只有 Seven 是处于比较弱的一个状况，对，全家跟 Lawson 其实都是呈现比较好的一个财报的营收数字。那这样听下来，日本的 Seven 它拒绝 ACT 这个史诗级的并购，是不是最错误的啊？对，我觉得事实上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应该要见好就收嘛，对。那前几年的时候，日本 Seven 处在一个所谓历史的营运好的这个局面。那当时有一家公司就是刚才提到的 ACT 公司，加拿大公司呢，它要收购日本的 Seven。他当时开出的条件也非常好哦，你要想说啊，日本 Seven 就是他不想卖，可是人家开出你比现价多48%的溢价给你，那你要不要？那照理说 Seven 应该说，那我就同意啊。不过 Seven 那时候觉得，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日本企业就是这样，他们的本位主义非常重，家大业大，我还要跟你低声下气，我卖给你。好，那我们现在讲 ACT 是什么来头？ACT 来说，它其实是我们知道的台湾也有的 OK 便利超商的母公司哦。然后它在全世界大概有30个国家，大概有1.6万个左右的据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国际的零售集团。那它当然因为它想要进军日本嘛，所以呢我就收购 Seven， 这也是个很合理的这个状态。对，那 Seven 就觉得说你是谁啊？我觉得日本企业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就拒绝。那拒绝了之后，结果没想到双方后来呢还有一点点就是在公开场合开撕。那 ACT 甚至还指控说你 Seven 没有诚信啊，然后你给我一些错误的数据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当时的并购不成之后，今天的这个 Seven 的营运来说，已经不如全家跟 Lawson。他就算现在 ACT 又要再出价去，他也不会给你这个价格，所以他没有在最好的时间卖出去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日本的 Seven 来说的话，或许他会认为说啊，早知道我当年就把它卖了，现在会有点悔不当初的感觉啦。可是卖真的会对 7-Eleven 比较好吗？如果是用跟你自己想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企业呢，有点就是过度庞大之后，他们都有一种叫做日本病。所以日本病这个在很多日本的企业都会发现，就是他们组织越来越庞大之后，他们就丧失了创造力。像以前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Sony 不是就是这样吗？几年之后，他就从高点就往下坠。日本普遍都有企业老化、组织老化、头脑比较死板、呆板的这个状况。如果当时让加拿大 ACT 公司并了之后，我相信注入新血会带给他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但是当时他没有这样做嘛，所以导致说，你看我当时在最好的时候引进资金进来，或者引进新概念进来，或许我可以继续营运有一个成长幅度。但是反而现在就陷入一个组织老化、僵硬的状况之下，才会被全家跟 Lawson 两家公司追上来的一个状况。这一次看到，包括了他们也都周刊文春啊、达文西啊，乃至于是有很多日经的周刊里面，有时候会报道一些关于这个便利商店的这种公关事件。是，其实这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者的观感嘛。当然了，之前不是有容器凸起那个争议，我们不是讲吗？刚刚讲到那个便当嘛，他们说，我们没有这样啊。问题是你都被抓包，你否认这个干什么了？人家就觉得说你有一点很奇怪，对不对？然后后来不是还有这个过劳轻生的事件，他也说，这是店长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无关啊，他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他就说你干嘛要那么快就撇清掉你的责任呢？你应该是说，我们愿意在检讨我们的劳动条件啊，或者愿意检讨我们的相关的包装，你应该是这样回应，但是不是这样。然后后来爆出一个叫做制服的这个贴文的矮化事件，这主要是这样子的啦。这个说，我们全世界各个这个 Seven 的分店，我们的穿的衣服是什么？这样，他有一点就是说，你看我们在全世界有这么多分店，那衣服是怎样一个状况？就当然你要在全世界你都要标注国民地点嘛。对啊，对，就没想到他在标注这个时候呢，他就踩到了很多台湾人心里面的点，标一个什么？对，他就标一个台湾，然后再偏一个中国，然后香港中国，然后还标一个广州中国，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干嘛要标这些东西？然后当时就延上，大家讨论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觉得又说不清楚，然后又衍生成一个所谓的公关灾难。这件事情不止在台湾被台湾网友骂，日本也很多网友骂啊，就这样子啊，就被延上。超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去的。对啊，如果你要踏进去之前，你就想到那些事情的话，你会想去吗？就算再近，你也不想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零售或者说这种所谓通路业者来说，你的形象很重要。那你这样子的话，长久下去，当然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困顿的一个情形。我们刚才讲日本跟台湾嘛，可是美国好像也蛮惨的，今年预计说北美要收掉600多间门市，对，没错。到底怎么了？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 Seven 是个全球的公司，它在北美来说的话，原本因为我们知道它也是遇到一些障碍，它原本说今年要收掉200家，就居然最后收掉600多家的一个数字，对。那它其实 Seven 在这几年也做了非常多转变，包括说 Seven 在美国有什么加油站的经营，什么一大堆，但问题是整体营运还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困境所以我才说，现在全世界的 Seven 都出现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母公司、母集团他们的观念老旧，然后这个目前为止他们太过僵化、呆板，组织太大，就是这叫做赢者的骄傲。我们台湾的这个蔡明介董事长就曾经说过一代全网，所以一代全网意思就是说，因为你领先你就不会想说别人追不上来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企业本身要不断的改革。当然台湾目前为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大家被讨论的声浪，但全世界的 Seven 显然都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啊，就很多年前，我觉得那时候在日本旅行，然后开车，就大雪的夜里，在乡下，在山中，忽然那个黑暗中出现了一道光，一个 7-Eleven 出现了，救赎，有个安心感，你知道吗？一个安心感。那我记得以前那时候在花莲的部落，然后部落山脚下开了第一家 7-Eleven 的时候，你知道附近的山头大家都下去朝拜，你知道吗？哇！然后想说文明终于进到我们后山来了。其实 7-Eleven 其实真的对我们来讲，它是我们生活最好的朋友之一，对啊，而且它真的也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你看，我们交电话费、交信用卡，我们缴税，是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台湾的企业都能够很好。对，最后面想要请教世宏哥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统一跟全联之间，难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吗？不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市场吗？我觉得蛮难的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零售的这个业者来说的话，一定都是要这个第一名会是拥有最好的议价权。
所以我一定要到第一名的这个状况。对，溢价。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像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以国内的百货公司，东区的百货公司彼此之间就有一些规定啊，譬如说好，你要来我这家店，你就不能够去别家店，就是这样。因为业者一定会这样要求。我觉得企业家本身来说的话，他绝对是追求股东的最大权益。那你要追求股东最大权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站在第一名。我必须要把第二名杀掉。就是我觉得这是商场的这个竞争。就像说我们的晶圆代工台积电明明这么好了，为什么他还一直不断的每天往前跑？因为他不能够让后面追上来。后面有火苗燃起来，我就把它熄掉。我觉得这是第一名，你要永远保持这样的心理，你才会永远第一。是 Seven 显然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他就觉得我是老大，我干嘛管你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组织太大，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那第一名，我觉得都是每个企业真的只有第一名才能够存活下来。第一名是吃肉，然后吃面，第二名顶多都能够喝汤而已。听完世宏哥跟我们分析之后，豁然开朗。谢谢世宏哥，谢谢。